我能看到每个人头顶的出轨率，当出轨率达到100%，数值就会变成这个人的出轨次数。所以我小心谨慎，千挑万选，终于找到了一个漂亮、贤惠、出轨率几乎为零的老婆。但这一天，我却发现她的出轨率在疯狂上升。面对即将红杏出墙的妻子，你觉得我该怎么做？是买砒霜还是买砍刀？大约是在初中的时候，我就能看到每个人头上都有一串鲜明的数字。直到我爸妈吵架离婚的那天，我才知道那一串数字代表的是出轨率。当出轨率达到100%后，出现的就都是出轨次数。有了爸妈的前车之鉴，我发誓我一定要找到一个漂亮、贤惠、头上离婚率非常低的女人做老婆。虽然这很难，但皇天不负有心人，在大学的时候还真被我找到，而且她的出轨率竟然无限接近为零。她叫吕诗涵，比我大2岁，人长得非常漂亮，看起来是很清纯的那种类型，就是家里面条件有点不太好，和弟弟妈妈相依为命。她爸爸是个赌鬼，因为躲赌债跑了以后，还给他们一家人留下了10几万的债。但这都不是事，这些年我靠着看见出轨率这项技能，也暗自在背后赚了不少钱。而且出轨率无限接近为零的女人可是非常稀有的。为了不重蹈爸妈的覆辙，我必须紧紧抓住这次机会。之后我便对她展开了疯狂的追求，就连债务我也一并帮她还清了。结婚之后也确实如此，她非常的贤惠能干，对我也总是十分的温柔。自从爸妈离婚后，我也再一次体会到了家的幸福。然而就在1个星期前，我那温柔贤惠的妻子头上的出轨率仅仅一夜之间就从0.07%变成了46%。本来我对此也并没有太放在心上，因为如今毕竟是现代社会，有时刷短视频看到什么美女帅哥也会对这个数值有一定的影响。但渐渐的我就感觉到了不对劲，因为我老婆头顶上的那串数字每天都在稳步增长，仅仅5天时间就从46%涨到了83%，这也就代表还差17%的出轨率她就会出轨了。这下我彻底坐不住，不仅想到了这些天吕诗涵半夜偷偷摸摸给别人打电话发短信，她还说是她闺蜜，还一副假装镇定隐藏慌乱的模样，有出轨率无限为零的第一印象。当时我还天真的以为她是在跟闺蜜聊一些羞人的话，现在看来这多半是她在跟别的小白脸聊天了。这些年我摸爬滚打，仅仅25岁就坐上了金融公司财务总监的位置，可以说是前途无量。不仅买了车买了房，就连她老家的房子我也出资总体翻新了一遍，对她简直是好的不能再好了。我实在是想不明白，究竟是什么样的小白脸能把她迷得神魂颠倒，让她动了背叛我们婚姻的心思。经过思索再三，我还是决定再观察观察，毕竟这是我老婆，还是有很深的感情的。只要她的出轨率没有突破100%，我都可以再给她一次机会。周五下班回家，吕诗涵脸色时而红润时而纠结，整个人坐立难安，完全没有了平时端庄温柔的模样。就连我回家，她的表情都像是做贼一样，脸上好像写满了心事。我抬头望去，只见她头顶上的出轨率由83%变成了96%，还泛着红光，而且红得刺眼。我表面上虽然不动声色，但心里已经变得一片冰了。我知道她离出轨仅仅只差一个机会，而且是干柴烈火，一点就着。等到晚饭做好，吕诗涵端着小碗小口小口的吃着，但明显心思不在这饭菜上。老婆，我才刚回到家，你这坐也不是，站也不是，像老鼠见到猫似的，难道你背着我干了什么对不起我的事了？听到这话，我能感觉到吕诗涵身体狠狠地颤了一下，碗都差点端不稳了。很明显就是被吓到，因为她现在满脑子都是那个小白脸，这明显是心虚了。但她还是支支吾吾强装镇定地说道：哪有啊，老公，你最近是越来越不像话了，竟然跟我开这种玩笑。说着她还嗔怪地瞪了我一眼，但颤抖的碗却显示着她内心其实并不平静。开玩笑，你怎么会有这么大的反应？我笑了笑，然后跟她说起了一个小故事。对了，老婆，今天我听朋友说她手下有一名女员工，原本很安分守己，温柔贤惠，可没曾想竟然出轨了。她丈夫大怒，拿着一把杀猪刀冲到公司，连砍了那女的10几刀，满地都是血。最后那女的虽然命保住了，但她不仅脸全烂了，终生也要变成残疾人，而且再也不能当妈妈了。哎，仅仅就是因为出轨，竟然让那个女人付出了这么大的代价，真的是不值啊！不知道那女人下半辈子坐在轮椅上的时候，会不会后悔当初的一时冲动？听完了我说的这个故事，吕诗涵的脸瞬间变得无比苍白，就连碗都直接摔在了地上，而她头上的出轨率也在疯狂的变换着，一路从96%至63%，再到22%，再到1%。老婆，你怎么了？是不是被这个事吓到了？是啊是啊，这事真是太吓人了。对了，你怎么突然跟我说这么吓人的事？说着，她抬头看向我，心虚的想要从我的表情中看出一点什么。我笑了笑说道：哎，这不平时聊的都是花前月下，今天来点不一样的刺激刺激吗？你是不是想多了呀？哪有想多，我只是一时没反应过来。说完，吕诗涵就赶紧吃完饭回到房去，而我则是轻轻夹起一根青菜，冷笑了一声。我说起这个故事，自然是想敲打他，也是给他最后的警告。毕竟我对他还是有很深的感情的，如果可以挽回，自然应该试试。但是对方如果一意孤行，那就怪不得我了，至少我已经仁至义尽了。接下来的几天里，吕诗涵果然老实了许多，对我也如之前一样温柔贤惠。或许真是被我那个血腥故事给吓坏了。直到一天下午，吕诗涵给我打了一个电话：老公，今天晚上你就自己点外卖吧，我要回我妈那一趟。妈，那出什么事了？要不要我陪你回去？不用，我妈那没什么事，我就是回去看看我妈，而且你还有工作要做，不用陪我的。听到他这么说，我想了想，现在公司里确实有些事情需要我做，实在有点走不开，便想着下班后去接她算了。下班后，我第一时间就开车朝她娘家的方向驶去。2小时后，我来到了丈母娘家。你怎么来了？面对丈母娘的这种态度，我早就已经见怪不怪，虽然很不舒服，但还是忍了下来。
诗涵这么着急回来，我担心出了什么事，所以才匆匆来看看有什么可以帮忙的。对了，诗涵不是回来了吗？他人呢？诗涵他早就回家了，我就是脚崴了一下而已，又没什么大事，回来干嘛呀？不过你来丈母娘家，竟然连礼物都没给我带上一个，像什么话？有你这样当女婿的吗？还有，我脚崴伤了，赶紧给我转2个W，让我买点补品补一补。说着，丈母娘就直接掏出手机打开了收款码，让我赶紧转账。这也让我十分恼火。每次我来他家，他都会找各种理由要钱，从1000到上万，每次还如此理直气壮。虽然孝敬长辈是应该的，我也不差这点钱，但这样法跟抢劫一样，谁乐意受脸？看来这几年对你掏心掏肺的好，已经让你膨胀了是吧？觉得我娶你女儿已经被你拿捏住了是吗？我越想越生气，但没办法，最后我还是给了。毕竟要是不给，他会不会放我走都是一回事，只会让我很不自在，浪费我时间。丈母娘眉开眼笑，看都不看我一眼，直接进了屋子，关了门，脚上简直是健步如飞，哪有一丝崴到脚的样子。看到这一幕，我的神情逐渐变得冰冷，这明显是没崴到脚啊！他们母女俩到底在搞什么鬼？随后我带着疑惑开始回家。回到家的时候已经差不多是晚上11点多，进到房间看到吕诗涵正躺在床上熟睡着，脸上浮现出幸福甜美的笑容，但眉宇之间竟是疲惫之意。我朝他头顶上望去，顿时瞳孔猛地一缩，他的头顶上的数字已经由百分比变成了一个实打实的数字4，这单独数字代表的已经不是出轨率了，而是出轨次数。4次真是够可以的。吕诗涵啊吕诗涵，既然你做出了对不起我的事，那你也就别怪我手下无情了。之后我像个没事人一样正常上下班，回家后照常对吕诗涵风花雪月，吕诗涵也像个没事人一样，在我面前装得十分淡定，丝毫愧疚之心都没有。但实际上他的内心早就已经按捺不住了，因为他头顶鲜红的4字旁边又多出了一个新的百分比，99%，这意味着他还想要再出轨一次，而且出轨时间很可能就是今晚。没有任何一个男人能够容忍老婆的背叛，我也一样，但这次我没鬼。第一次被戴了绿帽子，那是我大意被算计了，没能阻止他。这次再被戴上一顶绿帽子，是为了取一个结果。我暗自请了私家侦探帮我调查，同时我倒要看看这次究竟是谁来帮他打掩护。果不其然，这次是他的弟弟吕尸狗，还在上班的时候就给我打电话。好家伙，一家子齐上阵是吧？这几个吃里扒外的东西，是我的穿我的用我的，最后竟然这么对待我，简直令人心寒，真是养不熟的白眼狼。陪小舅子虚与委蛇，一直潇洒到了凌晨2点的时候，我才回到了家。老婆早就熟睡，但头顶上的数字从4变成了9。花飘飘，北风萧萧。好家伙，这是又要了5次是吗？这时我手机响了起来，是那个私家侦探给我发来了2个文件，上面写着第1次出轨和第2次出轨。2个文件里面全都是一大沓照片以及好几段视频。看到照片上那个男人的面孔，我微微一怔，随即露出了冷笑。没想到竟然是你，难怪能把我老婆迷得神魂颠倒。既然这样，那你们就准备好迎接我的报复吧。这个男人叫姬伯常，是我财务部的一个中层管理，长相十分的帅气，在公司里面有一众迷妹。原本他是财务总监的热门竞选人，只要他好好干，不出差错，要不了几年那个位置就是他的。可是他万万没想到，我之前凭借着能够看见出轨率这项技能，在背后一顿操作，直接把原财务总监给挤下台。没想到他因此怀恨在心，直接从我老婆身上下手，还给我戴了这么大一顶绿帽子。我翻看着第1个文件，事实证明我想的果然没错。当时吕诗涵根本就没有回娘家，而是和姬伯常去了城里的一家十分高档的情侣酒店，玩得不亦乐乎，说是回了娘家，只是靠这个借口打个掩护而已。第2个文件，也就是今天，依旧是同一个酒店，看着吕诗涵笑颜如花、无比配合的模样，我气不打一处来。尤其是姬伯常，像是在报复一样，狰狞的表情中显得无比的得意。通过视频录音，我终于知道了他的目的。宝贝，如果你真的爱我，就帮我办一件事，把你老公的优盾给我偷过来。等我坐上财务总监这个位置，家里的财务大权就由你来执掌，想怎么花就怎么花，再也不用像你那个没良心的老公像包养你一样，每个月只给那么点生活费了。鸡哥哥，我都听你的，你真好。我一脸冷笑，没想到他竟是为了我手上储存有公司财务数据的优盾。我将计就计，偷偷在房间里安装了一个摄像头，之后几天还没什么问题。只不过吕诗涵的头顶上的数字也慢慢的从7变成了13，直到一次周末，吕诗涵竟趁我熟睡，像做贼一样偷偷翻起了我的公文包，找到优盾后，他暗自欢喜，又将假的优盾放进了我的公文包里面。要不是有监控，我还真以为他的假优盾就是我的优盾。优盾被偷后，隔了1天，吕诗涵就将优盾还了回来。他自以为做的天衣无缝，殊不知早就被我的监控看得一清二楚。我打开系统一看，里面有2000万不翼而飞，都转到了一个海外的账户上去了。看来这是想营造出我挪用公款的假象。行，既然你想玩，那我就陪你玩玩。第2天，丈母娘他们一家突然找上门来，丈母娘没有一丁点笑容，小舅子全程在玩着手机，看见我后连招呼也不打，就直接走进了我家，然后直接在沙发上躺了下来，就好像是在自己家一样。
丈母娘也是一样毫不客气，鞋都没脱就盘坐在了沙发上。杨巅峰，是狗他那个女朋友已经谈了很久了，是时候该结婚了。那个女孩子是城里人，总不能让他们两个跟我这老婆子一起住乡下，所以你就出资在城里给师狗买栋别墅，跟你这差不多的就行了。还有那叫什么帕拉美拉的车，师狗最近一直在念叨，你也给他买一辆。到时候结婚也有面子，50万彩礼钱也不能少。师狗虽然有工作，但你帮他找的那个工作也不怎么样，1个月才有2个W，他还要跟女朋友约会什么的，也攒不到几个钱，所以这些都交给你了，一件也不许落下。就好像是在下命令一样，根本不容我拒绝。看着他贪婪的面孔，我冷冷一笑。自从和吕诗涵结婚之后，我爱屋及乌，逢年过节我都会送很多贵重的礼物给他娘家人。现在房子也帮他们建了，月入过万的工作也找了，还帮吕师狗买了一辆代步车。没想到这些还不够，竟变得越来越贪婪。本来看在吕诗涵的面子上，我没有计较，毕竟我以我的能力完全给得起。但现在不同，合起伙来骗我，还想要在我身上再捞油水，想得美！妈，狮子大开口也不是这么开的吧？结个婚而已，需要花这么多钱啊？丈母娘脸色骤变，怎么我这话不好使了是吗？你现在功成名就了，就这么点小钱也不愿意给你小舅子出了。小舅子也顿时不乐意了，眼底满是嫌弃。姐夫，你现在可是财务总监，年入好几百万，别那么小气。是啊，老公，以你现在的本事，要不了多长时间就能全部挣回来了。我只有这么一个亲弟弟，你就当是为了我好吗？面对他们贪婪的目光，我只说了2个字：没钱。丈母娘听完，直接将茶杯摔了个粉碎。诗涵，这就是你找的好丈夫，现在竟然连我的话都不听了，真的是翻了天了。早知道你是这么个白眼狼，当初我就不应该把诗涵嫁给你这么个混账。小舅子满脸厌恶地看着我。杨巅峰，你根本就不配当我姐夫！一栋别墅，一辆帕拉梅拉，能要得了你多少钱？我看你是不爱我姐了。吕诗涵楚楚可怜地看着我，眼睛都红了，眼泪仿佛随时都要掉出来。在他们看来，我这些年掏心窝子对吕诗涵好，几乎是有求必应，认为我绝对是爱惨了她，只要拿吕诗涵来做文章，绝对会无条件答应他们的条件。但他们错了，在我心里，别人对我好，我就对别人好，别人要是对不起我，那我也不会手软。既然你们这么贪婪，那你们就要承受贪婪的代价。行，我答应你们。真的吗，姐夫？这可是你说的，千万不能反悔。当然是真的，你是老婆的亲弟弟，我的小舅子，为了他我什么都愿意做。吕诗涵一脸感动地抱住了我，但头顶上13家93%的出轨率丝毫没有变化，很明显就是装的。丈母娘已经按捺不住欣喜，但依旧板着个脸故作威严道：这才像话嘛，就这么点要求都办不到的话，那也就别当我的女婿了。看着他们贪婪无度的饕餮模样，我心里鄙夷一笑，随即脸上露出了无奈的苦笑。只不过因为公司财政出了一点小问题，我身上现在实在是拿不出钱来。小舅子笑容戛然而止，随即怒不可遏地揪住了我的衣领。杨巅峰，你特么耍我！我急忙解释道：不，你们误会了，是这样的，因为公司账上确实出了一点小漏洞，为了弥补漏洞，我把身上所有的钱都给填进去了，起码要等1个星期，财务才能运转正常。到时候我的钱不仅能够全部提取出来，还有一笔丰厚的奖金，买别墅买车都是小 case。所以我的意思是，除了彩礼外，你们可以把心仪的车和别墅的首付给垫上，到时候等我的钱一到账，立马就把尾款付了，你说怎么样？小舅子听完觉得很有道理。可是首付也要不少钱，我们身上没有这么多钱啊。我心里冷冷一笑，说出了最终目的。那我就没办法了。不过你们可以先去贷款，网上贷款这么多，还有银行抵押贷款什么的，把房子抵押给银行，这些钱就拿来垫首付，到时候所有的贷款我来还。若是其他人，肯定会意识到里面有问题，但是这几个贪得无厌的家伙可就不一样了，认为我根本就离不开吕诗涵了，只要稍微一用手段就能把我彻底拿捏，就跟网上的舔狗一样，稍微给点甜头就欲罢不能，稍微给点苦头就日思夜想。他们认为我就是这种人，因为我这些年对他们一家实在太好了。行吧，见他们同意，我第一时间就拉着他们去看车看房。小舅子简直满意的不行。这时销售人员突然说道：今天也有人很满意这车和房，还留下了电话说明天联系，可能他们也想要。这一听，小舅子慌了，因为不管是车还是房都长在了他的审美上，于是迫不及待的想要去贷款。殊不知销售早就被我给买通了。随后小舅子和丈母娘在网上疯狂借贷，甚至那种月息10个点的纯高炮也概不放过。在他们看来，1个星期就能还上的钱，借高利贷跟借普通贷款是一样的。高利贷借完后，他们还想抵押房子和车，于是直接去了银行。东拼西凑之下，终于把首付凑齐了。他们兴高采烈，殊不知这正是他们噩梦的开始。第二天上班，季伯常趾高气扬地找上了我，说道：杨巅峰，还从来没有人能够在我手上抢走东西，你是第一个。不过很快，你这个财务总监的位置马上就要归我了。哦，是吗？那可能你要失望了。我这个位置，就算你手段尽出，无论如何也做不上去的。季伯常俊朗的面孔逐渐狰狞。杨巅峰，看来你还是不信啊。不过没关系，咱们拭目以待。而且这次还真多亏了你老婆，我才能有今天这机会，也不枉费我在床上手段尽出，把她折腾的哭爹喊娘。
财务总监的老婆滋味就是不一样，哈哈哈。姬伯常想在我脸上看出点什么，但我一直都很平静，甚至都没正眼看他一眼，这让他感觉像是一拳打在了棉花上，令他气愤不已。这时老板召集了所有高层人员，开启了一次紧急会议。姬伯常顿时就笑着嘲讽道：杨巅峰，准备好进监狱吧！虽然我已经结婚了，但你的老婆平时有空，我还是会去帮你关照的，哈哈哈。进了会议室，老板一看到我，就将一摞文件狠狠地扔在了我的面前。杨巅峰，你能不能给我解释解释，为什么公司财务后台平白无故少了整整2000万？所有人一脸震惊地看着我。2000万，胆子可真大，这可是犯法，要坐牢的呀！老板，能不能给我一点时间，等几个人，让他们替我来解释解释？我倒要看看究竟是何方神圣，要是说不出个所以然，你就准备进局子吧。10几分钟过去了，4、5个叔叔走进会议室，将姬伯常牢牢地控制住。姬伯常，你涉嫌非法挪用巨额公款，栽赃陷害，现在我们正式将你拘捕。马老板众人直接懵了。不是杨巅峰挪用公款吗？怎么变成姬伯常了？不是我，是杨巅峰，是杨巅峰啊！你们抓错人了，右盾一直都在杨巅峰身上，也只有他才知道密码。我只是个小小的主管，怎么可能挪移得了公款啊？还有栽赃陷害，明明是他陷害我，怎么是我陷害的他？叔叔同志，你们一定要搞清楚啊！姬伯常直接被吓尿了，我冷冷一笑，直接掏出了一段录音。听完后，姬伯常脸色瞬间惨白。我可不止这条证据，剩余的我都发给叔叔同志了，内容比较私密，我就不过多公开了。姬伯常，你认为你做的万无一失，殊不知一切都在我的掌控之中。你知道你在我眼里像什么吗？跳梁小丑而已，根本不值一提。老实告诉你，我从来都没有正眼看过你，把你当做竞争对手，你根本不配。至于你挪用的公款，呵呵，就由你的家产来充公吧。姬伯常听完我这番话后，浑身颤抖，吓得站都站不起来了。最后他是被拖走了。趁众人散去后，我悄悄走到了老板的身边。马老板，你也不想你出轨的事情被你老婆和其他人知道吧？姬伯常的事情处理完后，现在就是吕诗涵的事情了。现在姬伯常进了监狱，我也就没有后顾之忧了，当即就给他送上了一张法院传票。吕诗涵脸色瞬间一片惨白，丈母娘张凤霞更是发出了雷霆之怒，直接冲到我面前破口大骂：杨巅峰，你这混账没良心的东西！诗涵究竟是有哪里对不起你了？你要这样对他，还要用法院传票的方式跟他离婚？要是不说出个所以然，老娘跟你没完！说着便举起了手，想要扇我一巴掌。张凤霞龇牙咧嘴，痛苦地倒在地上哀嚎。吕诗涵慌忙走上去，而吕诗狗更是想跟我动手，还没等他出手，我直接一耳光把他扇在了地上。说实话，我早就看你们不顺眼了，要不是当初念你们是吕诗涵的妈妈和弟弟，你以为我会好眼色对你们？这些年你们贪得无厌，在我身上捞了多少好处，你们自己心里清楚。吕诗涵，离婚这个词多少还是有点太好听了，倒不如说是我休了你才合适。为什么？因为你不守妇道，还帮着奸夫对付我。我原本给过你一次机会，2个星期前的那个故事就是我给你最后的警告，只要你悬崖勒马，我可以不做追究，甚至和你白头到老。可没想到你终究还是色迷心窍，背叛了我。胡说八道！我看你是在外面有人了，才故意整这么一出。诗涵温柔贤惠，妥妥的贤妻良母，怎么可能是那么不堪的人？有本事你拿出证据！他这是在赌，只要没证据，那么这一切就都不作数。张凤霞，你还真是蠢得可怜，我没证据会去法院起诉吗？我将那几张照片扔在了他的脸上，画面十分的不堪。吕诗涵原本也是还抱有一丝希望，但看到照片后，整个人直接瘫坐在了地上，一脸绝望。张凤霞见状，急忙把照片揉成一团塞进嘴里，想要来的销毁证据。在他看来，我的证据仅仅只有这几张照片。看着他费力慢慢吞完，才嘲讽道：吃完了，我这里还有，你要不要？我掏出厚厚的一沓。张凤霞差点气了个半死。行，诗涵，离婚就离婚，咱不怕他，反正他的财产有你的一半，到时候以你的样貌，绝对还能够再找个金龟婿。就是姐姐，你别伤心，而且他还有别墅和帕拉梅拉的尾款以及贷款，还没帮咱们还清呢。到时候我们依旧是千万富翁，根本不用看他的脸色。吕诗涵听到这话也瞬间反应过来。对呀，他的那些财产属于夫妻共同财产，理应有我的一半啊。而且还有那么多欠款没替我们还完，干嘛还要看他的脸色？到时候有这么多钱，别说找金龟婿了，包养小鲜肉都行啊！一时之间，他顿时趾高气扬，头顶上的出轨率在不停的闪烁，我差点被他们的话给逗笑了。别墅的尾款，你们借的高利贷，你们欠下的东西，凭什么要我来还？张凤霞冷笑道：当时你亲口说的，你不会不认账吧？哦，谁能给你证明啊？不管贷款还是首付，那可都是以你们的名义来借贷垫付的，与我无关了。让我还，莫不是在说笑话吧？他们这才反应过来我把他们给耍了。张凤霞破口大骂：杨巅峰，你混蛋！我摇了摇头，那也没有你们混蛋，像你们这群贪得无厌的家伙，就该落得这个下场。至于财产分割问题，呵呵，我99%的财产都属于婚前财产，想要分走一半的钱，你们想多了，你们能分走的只有那1%的一半。我给你们算了一下，大概也就10来万，你们身上这一点钱应该还不够你们还高利贷吧？哈哈哈！什么？吕诗涵眼中充满了不敢置信，丈母娘更是气得血压直接飙升，晕死了过去。
终于到了法院判决的那一天，铁证如山，吕诗涵被强制和我解除了婚姻关系，财产问题，他也只分得了我1%的财产的一半，因为其余的全都是婚前财产。至于他们借的那些贷款店的首付，都没有直接性证据证明需要我帮他们还，所以认定无效。他们直接崩溃了。出了法庭，吕诗涵直接冲了过来，死死地抱住了我，泪流满面。老公，对不起，我错了，我真的错了，我只是被鸡脖长的花言巧语给蒙骗了，我只是犯了一个女人都会犯的错，原谅我吧，老公，我保证我会一生一世爱你，一生一世都忠诚于你，你让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，绝对不会再跟除你以外的其他男人接触了。我冷冷地看着他，头顶上的数字正疯狂地往下掉，但这都已经不重要了，一次不忠，终身不用，想要我原谅，门都没有。丈母娘他们也是跪在了我的面前，哭着喊着求原谅，后悔2个字已经写满了他们的脸上。归根结底，他们就是没了我这个金龟婿供他们潇洒挥霍而后悔的罢。而且从今往后，他们都将陷入无穷无尽的债务当中。我狠狠地甩开了他，也根本不管跪在地上苦苦哀求的张凤霞和吕尸狗，直接扬长而去，和他们再无一点瓜葛。吕诗涵，要不是你被那个野男人所迷惑，我们现在怎么可能会有这样的下场？尸狗的工作也丢了，女朋友也跑了，我们家所有的东西都没了，这一切都怪你，都怪你，你是个坏女人，你不配当我女儿，我死也不会原谅你。最后张凤霞说完这句话，突发脑淤血，直接死不瞑目。吕诗涵后悔极了，泪流满面。现在的她面黄肌瘦，穿的衣衫褴褛，当初的美丽已经荡然无存，就算是当小姐，也没有人会愿意买账。她蜷缩在桥洞下，想起以前我对她的好，悲从中来，哭得上气不接下气。但这个世界上没有后悔药，她终将为自己的所作所为付出代价。至于他们过得怎么样，我根本不去管，反正我现在过得风生水起，事业有成，公司的老板成功被我挤下了台，那家金融公司正式归我所有，真正的事业有成，